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株蝴蝶兰是一株迷你型的蝴蝶兰，它是我在我这边当地的一个超市购得，已经好几年了。那它每一年的来花呢都相当的不错。那同样的这株迷你蝴蝶兰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上一个开花周期，主要也是因为这样你比较有一个参考点，然后你可以比较一下它上一个周期跟这一次最新开花周期它的朵数还有叶片上面各方面的一个进展。这株兰花它没有什么香味，但是呢它开出来的花朵其实它乳白色的背景加上中心有一点红，再加上一点小斑点小雀斑跟黄色的喉咙，其实搭配起来我觉得还是蛮可爱的，有点小清新的感觉。那这株兰花我其实对它的养护跟一般中型大型的蝴蝶兰是一样的。有些兰友曾经问过我说他们的小型蝴蝶兰感觉好像比较难养。那其实我觉得这些蝴蝶兰不管它的大小，主要还是几个大方面你要去看哪一个方面可能需要加强。那最大的就是说，如果你根系上有问题其实就是控水。那以这株蝴蝶兰来说呢，它一般的这个水量我是用1/4杯。那这个杯子的这个数量呢，也有兰友问过我，到底是多少 ml 多少才是1/4杯？就是你煮饭的那个量杯1/4杯的水量。那你可以上去网络上面去 Google 去查一下1/4杯到底是多少 cc。我这边一下子也想不起来，但是就是那个杯子的量。那我一般来说当然不可能拿那种杯子去怎么说来浇水嘛，所以你可以用你喜欢给水的容器，可能是一个小调羹或者是一个小杯子。那你可以那个1/4杯的量倒进那个杯子之后，在那个杯子或是容器上面用可能签字笔或者是 permanent marker 去画记号，你就会知道你每一次要倒多少水量。那我就是用那样的量来给这株兰花。那每一次给水的时候呢，它这个水里面是已经有薄薄的肥料了，只有25%浓度的肥料1/4浓度的肥料。然后每一个月底我会用清水，只给清水来对这颗兰花做浸泡。那这个浸泡的功能呢，其实就是给它补足水分之外呢，主要也是要溶解或清洗一下杯内可能残留的一些肥料的盐分，这样来进行一个清理的动作。那这边看到的是它上一个开花周期的开花影片，全部打开之后呢，它兰花的背面呢也是有一点淡淡的绿色，那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兰花特征。这株兰花呢，其实叶子上面有一些淡绿色的这个表现其实它可能是在一些微量元素有缺乏，所以呢，我当时是有调整了，多给了一些平衡型的肥料。否则如果是给氮肥比较高的话呢，它的这个磷钾可能稍微低一点，就比较缺乏。那这边呢，它的根系长得相当的好，那内杯呢有撑破的感觉，有一些龟裂。那其实跟这个杯子的材质有关系，因为环保材质它不是100%塑胶，所以在就是经过时间的推移它的这个材质呢多少也会变脆化，所以呢被撑破其实也是算蛮常见的。那像杯子破掉呢，其实如果根系没有出问题的话，我一般来说会等到我需要为这颗兰花进行根系上面的清理或者是处理，我才会换掉这个容器。那因为透过内外杯交叠嘛，所以如果真的有根系从裂缝中长出来，像你看到的这部分呢，其实如果杯底有一点水的话，那这个根系如果也很适应高湿的环境其实有时候多留一点水在底部就变成是介质半水耕的一个应用。好，
好，那这边在上一个开花影片，就这株兰花当时的开花影片也有提到，就是它这株兰花在上一个开花周期结束之后呢，它又多长了一个小花苞。那这个是这株兰花以前没有过的。那多开了那一朵花，就是当作是额外的惊喜。那它的花期呢蛮长的能够开到1个多月，甚至将近2个月，它的前面几朵花才会开始出现掉一些枯萎的现象，所以是一株我觉得花期蛮久的蝴蝶兰。好，那这边是它的最新的开花周期，朵数有比上一次稍微多一点，但是它开花的大小基本上就维持那个样子因为它算是一株已经蛮成熟的小型蝴蝶兰所以它的花朵的这个每一次开出来的大小其实非常固定，只是数量上面会有时候会因为营养比较好比较不好，它可能开的朵数会有一点差距。在开花期间呢，因为它花的朵数虽然不多，但是它整体的体积对比它的叶子来说呢，开花的部分其实占蛮多的。那开花呢，第一个蛮需要肥料，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它也很需要水分。所以在它开花的周期呢，你可以适当的在1周里面，比如说你干式循环是7天，你可能在第3、第4天可以斟酌在它介质上面呢，可以用喷瓶稍微再撒一点水，喷一点水，让它湿润，能够维持它的一个湿润度到第6天左右然后再进行一个1/4杯的重新给水。这是在花期的时候你可以斟酌，当然如果你那边的湿度很高，温度很高，其实你也不用一定要这样子，因为它如果环境上湿度够，它其实也有办法透过环境上的湿度去吸收到一些空气里面的水分。但是在我的环境里面呢，我发现我如果在第4天左右稍微给它再多一点水的话呢，它兰花叶子上面还有开花上的表现呢是比较好的。那最后呢，就是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最新的2片叶子有稍微变得比较深绿色了一点，有比较进步，表示这株兰花比起上一个周期它的营养微量元素上面呢有得到比较好的吸收。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